中国海警局8号通报，菲律宾船只擅闯黄岩岛附近海域，期间中国海警船全程跟踪监视，依法采取管控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清闯正值东盟峰会召开之际，菲方挑衅行动背后有何盘算，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因素？来看看报道。 中国海警8号发布消息称，当天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菲律宾3001、3002号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全程跟踪监视，依法采取管控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菲方年内已在黄岩岛附近实施多次挑衅活动，中方均通过执法行动予以挫败。今年5月，菲方派出5艘商业渔船，携带约200名渔民驶向黄岩岛周围海域，蓄意碰瓷卖惨，以所谓平民为肉盾，实施非法侵权活动。结果，中国海警早已在黄岩岛海域严阵以待，菲方闹剧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菲方玩火动作不断升级。8月，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期间，菲律宾空军一架 NC-212型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执意非法闯入黄岩岛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 南部战区随即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识别查证、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就在上个月，解放军南部战区再为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例行性演训活动，实战检验任务部队侦察监视、警巡待战、联合打击等能力。 此外，随着7月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以及非法滞留宪兵礁近5个月的菲海警9701船在9月驶离，观察指这也成为菲将目光转向黄岩岛的主要原因。让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它就采取一个多点出击，然后浑水摸鱼，它这个在黄岩岛在不断的这个冲闯，它是让把黄岩岛重新争议化，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2013年之后，黄岩岛基本上 属于中国实际控制，那这个地区也没有太多的争议。菲方此次非法侵闯黄岩岛的时间点同样值得注意。8号当天，正值地区领导人齐聚老挝，准备参加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之际，菲方选在这一时间点实施挑衅行动，恰恰暴露了菲方借机炒作南海议题、升级紧张事态的险恶意图。此前有消息就指，菲总统马克思或将在峰会期间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并号召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 事实上，菲律宾此前曾多次借东盟峰会炒作南海议题，但并未激起水花。面对菲方单方面在南海挑衅滋事，导致局势紧张升温，大多数东盟国家都主张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不愿看到南海生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今年6月曾公开表示，南海问题应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解决，域外势力插手只会使南海局势复杂化。 在南海问题上，中方的立场一贯明确，就是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同有关当事国妥善管控分歧。2002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经过22年成功实践，宣言已经成为公认的南海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地区国家广泛认可。 今年7月，在老挝万象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南海问题再次阐明中方立场。会议期间，王毅会见了菲律宾外长马纳罗，指出中菲关系目前站在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对菲方释放清晰信号。菲律宾在炒作南海问题的时候，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固化的模式，因为他实际上也知道，在海上一线的这种摩擦当中，实际上菲律宾很难占到便宜，所以他是根据这些重要的节点吧，南海问题试图塞入到这个地区论坛的一个主要议程当中，形成一定的联动，向中国施压。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大肆妄议南海问题，指责中方在南海方向的正当维权行动充满所谓胁迫性。有分析指，布林肯赶在东盟峰会前做出表态，也有制造话题给菲律宾鼓劲儿之嫌。布林肯也将于10号抵达老挝参加本届东盟峰会。
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还在文中妄议中国在南海方向的正常演训活动。事实上，在南海联合盟友大搞演习的正是美国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借口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持续加码在菲的军事存在以及对菲军事援助，并高调重启沉寂数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还拉拢菲方参与多国海上演习。必须指出的是，南海局势不断升温，也与美国不断怂恿拱火脱不了干系。分析指，美国在所谓印太战略框架下，意图通过拉拢地区盟友来达到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但其本质仍是加剧地区军事活动，不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氛围，也对地区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于布林肯的文章，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予以坚决驳斥，强调采取咄咄逼人行动，到处耀武扬威、施压胁迫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别人。南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从2018年前后，那之前主要南海问题上是中国与东南亚当事国之间的一些这种领土领海争端。那实际上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这个出台，实际上现在主要的矛盾是中美之间的矛盾，美国大力的介入到南海问题当中，包括实际上支持菲律宾这些国家出来挑衅。正是因为美国这种冷战思维，它不断的在挑起地区争端，所以才会使地区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在东亚系列峰会之际，菲律宾等国又在南海生事做小动作，那您又是如何来看待这种局面？相对于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小动作，我们更应该注意美国的一些大动作。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了拜登虽然无法出席这次峰会，但是他对东亚地区的承诺是毫无疑问的。布林肯将代表拜登来出席峰会，而且呢，将重申美国对东盟与美国印太战略等原则立场。并且呢，会谈及到南海缅甸以及俄乌等问题。与此同时呢，菲律宾等国也在南海小动作不断。可见呢，相关的话题大概是这一次的峰会期间难以避免的了。其实上述的所有这些小动作，无论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或者是针对俄国等而涉及中国的，都是以美国为首，策划实施等等也都是美国在主导，所以可以说美国是关键所在。比如菲律宾等国，无论是从实力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和美国有着量和质的区别。从质上来说呢，美国是对中国有一种修昔底德狂想症，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嘛。而其他的各国呢，虽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和美国有本质区别。从量上来说呢，菲律宾等国的实力，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那加起来也就是美国的零头，也并不能真正对中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今天的美国呢，恰好又处于百年变局的风口浪尖上，霸权的焦虑和内部的撕裂交织一道，使这个号称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正处于变数最大、最不确定的困境之中。美国对中国呢，其实也是矛盾重重的，他好像整天都在挖空心思的想搞对抗，但是往往是虚张声势多于真枪实弹。而且美国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和中国搞平衡、协调关系。现在呢，我们中美也确实处在一个止跌企稳的阶段。美国大选的动荡期会延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如果特朗普真的卷土重来，或者是菲律宾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拜登做的这些手脚会不会转瞬之间就变成一场空呢？而中国，特别是和周边各国相处之道中的主导性、主动性和塑造性也在不断的成熟，并且在实践当中展现出来。真金白银的利益依存和搬不走的邻居关系，似乎时时反衬出美国主导的上述各种结盟关系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中美的博弈是长期的，但是在中国周边，在东亚，中国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动。